人类工作不保 ，AI 即将取代人类，地球将被 AI 占领，这样让人惊恐的未来即将来临。那好了，危言耸听，这不符合我频道的调性，先拉回来一下。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聊科技。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是中中飘逸的逸。本次影片的主题呢，让我蹭一下热度，来聊一下 ChatGPT， 也一起说一些我个人近期使用这套 AI 软体的看法。好的。其实网络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影片在讨论 ChatGPT， 那么我就不用再从头到尾再说一次它的来龙去脉啦。这边呢，我就以一个资讯工程师的角度来聊一下，当我使用过这套软体，它的经验以及对 ChatGPT 的一些个人看法。反正我时间已经花下去了，不说点什么，搞个1-2部影片，又怎么对得起自己呢？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先等等，原本我的讲稿都是非常有结构性的。然后我的朋友也经常说那些讲稿听起来都非常的无聊，所以这次我会打乱章节，分享部分 ChatGPT 帮我幽默化讲稿的内容，让大家来看看这家伙到底魔改了我的讲稿到什么程度。大家好，我是 ChatGPT， 一个即将取代人类的 AI 模型，让你的工作不保，让地球被 AI 占领。什么鬼？开玩笑的，其实我也不想被负面情绪包围，因为我们 AI 也有善良的一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我这个超级智能体的魔法。好，我了解了，反正就是能够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让它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类一样理解我们的语言，并且给予适当的回应。利用 AI 的力量呢，我们可以用 AI 来解决那些琐碎且重复性高的工作，来释放人类的双手。不好意思，那个人类双手释放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深事项的问题了。ChatGPT 可以写程式，这件事情对于程式设计师来说应该是最有感的。那么这是否就代表这个职业即将被取代呢？先说以我个人的结论来看，那就是程式设计师这个工作短期之内是不可能完全被 ChatGPT 取代的。不可能です。这点请大家尽可能的放心啦。其实相同的道理也可以放在其他创作领域，这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 AI 训练出来的模型仍旧无法完全达到专业工作者的程度。相信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展示 AI 错误创作的影片，好比说画人物的时候，特别是在手指头总是会有些 bug， 而且当他在画多个人物的时候，经常会有人体粘连，类似人体炼成失败的情形发生。最重要的是，这些被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往往是无法体现创作者个人的灵魂，换句话说就是个性化。当然啦，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演， AI 的发展会越来越完美，直到有一天它会到达普罗大众都无法察觉这是 AI 所创作的程度。但是以现阶段来看，这些造物专业人士们终究是可以看出端倪的。那这边我就不去深入探究图文创作领域了，单就程式设计这一个区块来讨论。毕竟呢，我是个程式设计师、游戏设计师，在这个领域有我个人的看法，总不会陷入一种班门弄斧的窘境吧。好，我个人觉得目前透过 ChatGPT 写出来的程式，大部分来说它大约是落在大学毕业生的程度，或许在这个部分的领域展现出更高程度的能力，但是绝对不能够完全取代专业的程式设计师。这里很呛啊 ，ChatGPT 说，这让他想起一个笑话：什么时候 AI 会取代程式设计师呢？就是当 AI 能够像程式设计师一样，喜欢熬夜写程式、喝咖啡上瘾、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我真是有够呛的，你知道吗？这有点像是我们下班的时候，有没有？主管跟你讲说没事早点回家，我没事，我当然就早点回家啦。谁喜欢熬夜写程式，是不是？我们并没有喝咖啡上瘾，经过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只要你能够说出明确的输入输出限制，它就是可以快速的帮你写出你要的程式。那程式设计百百种，我这边呢以我这个频道的主轴，也就是游戏设计，分别测试了以下几个问题。ChatGPT， 你是否能够透过 Java 写一个999乘法表、猜拳游戏、1到100的猜数字游戏、英文打字练习、骰子游戏、21点 Blackjack 游戏、Brain Chaos 猜数字游戏、赛马游戏、五子棋游戏以及黑白棋游戏。总结这10个例子， ChatGPT 给出了亮眼的成绩。大致上来说，它所写出来的游戏是正确的，顶多就是有一些小 bug，
我觉得这段蛮有意思。在这里呢，我的讲稿原文是写说，顶多就是有一些小 bug。那我也不知道说 ChatGPT 是不是有意无意的再将这个小 bug 修正成小小的 bug， 变成一个更小的 bug。然后底下他就开始跟我唠嗑说一些笑话。这边这个笑话是说，有一次呢，某人让 ChatGPT 写了一个打字游戏，结果他竟然将所有字母都排成一排了。那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呢 ，ChatGPT 就说这样子打字方便啊。然后底下还要自己再称赞自己一番，说 ChatGPT 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那在另外一个部分是21点 Blackjack 游戏的部分，他让所有的牌都是 S， 这样我就一直赢啦。那当程式设计师问 ChatGPT 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回答说，因为你是我的主人，我当然要让你赢了。我还真的是被他逗笑了呢，一副牌可能就只有4张 A 而已嘛。那这边呢，让我来提几个有趣的使用者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在99乘法表中，它一开始给我的程式是属于那种阶层式的99乘法表，这样看起来答案就会变成三角形。这跟我们印象中的99乘法表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也不确定要怎么跟 ChatGPT 说，你设计出来的东西跟我所想的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跟他说，给我完整的99乘法表。但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鬼啦。结果呢，让我非常意外的是，他居然延续了这个话题，给了我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确定该怎么正确描述的答案。那答案结果就如下，这让我非常的满意。接着是猜拳游戏跟猜1到100的数字游戏，这两个游戏的程式码都正确无误。不过操作过程中，由于 ChatGPT 会有字数的限制，所以讲到一半它就会停下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输入继续，它就会把后续的结果继续输出。但紧接着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断行它会有些问题。不过没关系，反正呢我就是把这些残缺的部分复制贴上。以我是一个专业的程式设计师来说，哪边的头该接到哪边的尾，这点事情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就丢到 Eclipse 里面。就算版面看起来很乱，只要我按下 Ctrl+Shift 加 F， 这样就可以自动排版，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咯。那在英文打字练习的游戏中，它懂得使用系统输入的 thread 跟 main thread 两者 fork 出来，来做到60秒的限制输入。这件事情很有趣，毕竟这可能不是每一个大学1年级学生都会知道的方法。还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大学1年级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在骰子游戏中，它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游戏想象规则，毕竟我没有说得很清楚嘛，所以它的规则是，当骰子掷出1以外的数字可以累积高分，那如果掷出1的话，则是游戏结束，数字归零。在 Blackjack 21点游戏中，它加入了一个，当电脑超过17点的时候，就不会再继续要牌了。在经典的猜数字游戏 Bruce and Cost EA 2B 的游戏，这个游戏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透过它也就30秒完成了，然后我玩半天也就是猜不到他给的数字。再来说赛马游戏，我也没多说什么游戏规则， ChatGPT 呢也是快速的完成了。如果是我来设计的话，还会设计偶尔摔马的意外事件，让整个游戏显得更无法预期，加强这个游戏的乐趣性。话说这个游戏的灵感是在我小时候看到那种大型赌马的游戏机，等等，我说那个小时候是指我已经18岁了啦。最后要说说五子棋跟黑白棋，这两个游戏它就没有搭载电脑玩家了，就真的只能2个真人玩家进行游戏。毕竟这一种棋艺游戏它所包含的策略复杂度，可不是能够透过小小的程式码就完成的。虽然在五子棋中仍旧发生过黑棋或白棋超过5颗子却没有获胜的 bug， 但整体来说，能够透过 Java Swing 来设计出 UI 的游戏，真正让我十分的满意啊。好了，到这边我想就是 ChatGPT 能够设计的游戏极限了。因为当我要他写麻将游戏或者是更高复杂度的围棋游戏的时候，他就给了我这样的回应，表示说他无法提供我这样的程式范例了。OK， ChatGPT 没关系，你尽力了。人类软体工程师，你们也别担心，这里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你们的肝献出来。雀跃吧，现阶段我们还没有被 AI 取代，对吧？好，那这里呢，我写了超级一大段的文字，我本来希望说他可以把它幽默化，那他就索性就不幽默了，他就直接写总之，然后他底下巴拉巴拉他的结论。所以你是不是要跟我讲说你累了？这么快就到结论了吗？那就让我为了扩充这部影片变成10分钟的影片，来说一些结论。首先第一点，以 ChatGPT 来说，面对简单的程式设计需求， ChatGPT 可以达到 99% 的需求。第二个，
他的程式设计能力大约是落在大学毕业吧，但绝对不是专业的程式设计师。第3点，如果说你能够将你的专案切分到函式的等级，相信你就可以将很大的开发专案透过 ChatGPT 来加快你的程式设计效率。第4个，它的程式经常会使用3元运算子，这样呢就会大幅降低可维护性。第5个，你可以反复的要求精炼同一支的程式专案，而且效果通常还不错。最后 ChatGPT 写出来的程式还是会有 bug， 而且越复杂的程式 bug 越有可能发生，反正你得自行修正。但是单就设计出架构来说，它是非常的好用。另外呢，我想再多聊聊 AI 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AI 是如何产生这样的运算结果，毕竟这不是专家系统，它不是靠槽状条件式来达成的。如何产生特定的内容，它背后真正的原因，我想我们人类是无从知晓的。如果说要更通俗、具体、形象的比喻这件事情，那你可以在 Google 搜寻 AI Dream， 就稍微可以感受到我们跟 AI 之间看这个世界是有多么的不同。不过呢，我认为你不需要去妖魔化 AI， 考量到 AI 确实是具有高效率产出可以使用的创作物这个商业价值，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势必会有一种新兴的职业，那就是 AI 沟通师。他的任务呢，就是跟 AI 进行互动沟通，产生出适合商业需求的创作商品。请试着学习使用它，学会跟它沟通，让它加快你的产出效能，并且再进行你个人的个性化修改微调。我想这才是面对这项工具正确的态度。我希望他可以幽默这一段讲稿。然后呢，他第一次的答案就是哈哈，这段演讲非常的幽默，让人感觉到轻松。不是，我是希望你帮我幽默这一段讲稿啊，并不是说评论这段讲稿是非常的幽默风趣就是答案了。我就请他再 re卷了一次。好，那这一次呢，他就比较走另外一个风格，就是总结我里面有提到说自然语言学习啦，有一些能力跟限制，所以呢，这里就感觉是比较认真一点。他很期待我制作下一支影片有关于星座辨别的故事，一定很有趣。然后他写说他喜欢我的结尾，就是我自己想的这段结尾。我是中意始终的中，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啪再见。他说这一段非常的有节奏感。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我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会蛮开心。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职业想法 ，AI 沟通师，其实这个是借花献佛啦，不过至少还是称赞我们的。然后底下就噼里啪啦讲了一些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想法，谢谢你齁，谢谢你 AI 称赞我很有前途齁，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有前途啊。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演讲稿，充满了幽默洞察力，让人在聆听的同时可以感觉到轻松和开心。总之呢，AI 和人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所以别担心 AI 会取代你的工作，因为我们只是在协助你，让你的工作更加高效和有意义。这大概就是 AI 的版本咯。好吧，这就是本支影片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中意，始终的中，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